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突访新加坡，并在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抱怨中方不出席瑞士举办的乌克兰和平峰会。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号回应称，中方难以参会是因为乌克兰和平峰会缺乏国际和会必备的3个要素，不参加并不代表不支持和平。中方从未袖手旁观，从未拱火浇油，从未从中渔利。 应乌克兰的请求，瑞士将于本月15号至16号在瑞士中部城市布尔根施托克举行首届乌克兰和平峰会，旨在为乌克兰争取更多的国际支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号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的回答环节上，抱怨中方不出席此次和平峰会。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3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中方重视瑞士举办的首届乌克兰和平峰会，也一直同包括瑞士和乌克兰在内的有关各方保持着密切沟通。瑞士外交部5月31号也公开对此表示了赞赏，中方的立场是公开透明的，也是公平公正的。毛宁表示，中方反复强调，和会应当具备俄乌双方认可、各方平等参与、对所有和平方案进行公平讨论这3个重要的要素。中方难以参会，正是因为本次会议暂时无法实现这3点。 我想强调，中方对于召开和平会议的立场是公平公正的，不针对任何一方，当然也不针对这次峰会。中方是否参会，完全基于自身对会议的判断，相信有关各方能够理解中方的立场。 自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中国仍然是乌克兰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中国驻乌使馆也始终在正常的开展工作。那我还注意到，2022年3月，即俄乌冲突爆发1个月后，中国就向乌克兰提供了价值1500万元人民币的急需物资。 正如毛宁今天所强调的，是否支持和平，这不应由个别国家特定会议来判断。不参会并不代表不支持和平，个别国家即便参会，也未必真心希望停火止战。关键还要看实际行动。 实际上，对于不参加瑞士和平峰会就是不支持和平的谬论，更多国家表示反对。据乌克兰基辅独立报最新报道，沙特阿拉伯表态称不打算参加此次峰会，原因是冲突方俄罗斯不再受邀出席之列。沙特一直在俄乌冲突问题上保持中立立场，多次表示愿意担任俄乌谈判的调解者。 深圳卫视注意到，泽连斯基突访新加坡，并在相会发表演讲时，虽然表示乌克兰已准备好听取各种可以帮助结束俄乌冲突的提议和方案，但他重点推销即将在瑞士举行的和平峰会，声称这是结束这场残酷战争的最佳方法。需要指出的是，去年在日本广岛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上，泽连斯基曾提出10点和平方案，包括俄军完全撤出乌克兰、释放所有战俘和被转移人员、确保粮食和能源安全等。而在即将举行的首届乌克兰和平峰会上，讨论范围将缩小至3个点：核安全、粮食安全、释放战俘和归还乌克兰儿童。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这个和平会议都不可能说，这个交战的双方有一方缺席。 这个显然是不符合逻辑的。这个所谓的和平峰会呢，其实就变成了这种一方对另外一方的一个党同伐异。 外界注意到，在结束相会演讲后，泽连斯基在同一天闪电转场菲律宾首都马尼拉，3号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举行会谈。2名菲律宾官员透露，泽连斯基原本计划在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与马克思会面，但未能如愿，因此泽连斯基决定前往菲律宾，亲自邀请马克思参加和平峰会。 菲律宾是泽连斯基在俄乌冲突爆发后访问的第2个亚洲国家。泽连斯基感谢马克思的邀请，并宣布乌克兰将于今年内在马尼拉设立大使馆。那么泽连斯基这次来这个相会呢，其实主要它是有2个比较重要的目的。一个目的呢是动员这些亚洲国家来参与这个在瑞士举行的这个所谓的乌克兰和平峰会。因为目前来说呢，这个其实亚洲国家。 很多的都还不是特别的积极，特别是这些东盟国家。还有一层原因，其实也是配合美国的这个两洋战略，把这个亚太地区现有的这个一些安全问题，和这个乌克兰危机绑定在一起，为美国构建一个这种连通两洋的，对中俄进行双遏制的这样一种
两洋战略服务。在新加坡期间，泽连斯基还与美国防长奥斯汀进行多小时双边会谈。他向美方说明乌克兰的国防需要，包括强化防空系统、F-16战机队及双边安全协议的筹备工作。奥斯汀重申，美方会致力于确保乌克兰拥有抵御俄罗斯所需要的一切。泽连斯基在演讲中还表示，尽管他感谢美国允许乌克兰使用美国提供的海马斯火箭炮系统向哈尔科夫地区的俄罗斯边境发射，但这还不够，乌克兰需要更多的防御系统。近日，有乌克兰军官抱怨称，美国提供的海马斯火箭炮系统已经失效。美国《华盛顿邮报》日前刊登文章称，由于俄罗斯军队实施电子干扰，包括海马斯火箭炮和神箭制导炮弹在内的多款原乌装备作战效能下降。神箭炮弹的命中率一度低至10%，被乌克兰炮兵弃用。从去年开始，俄军电子战部队在前线扰乱 GPS 卫星定位信号，导致乌克兰军队发射的精确制导弹药大幅偏离目标，而有能力借电子战反制西方高科技武器，被视为俄军目前重新掌握主动权并在战场上得到推进的关键原因。由于乌克兰在战场失利，美国开始放宽美国武器使用范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5月31号证实，美国总统拜登已经批准乌克兰可以使用美国武器对威胁乌克兰哈尔科夫地区的俄罗斯本土目标进行打击。布林肯没有具体说明美方的这一授权是否可以扩大到俄罗斯其他城市或目标。不过他表示，美方此举经过审慎考虑，是美国调整和适应俄乌战场的战略安排。美国政治新闻网此前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起初因担心冲突升级，一度拒绝乌方放宽武器使用限制的要求。如今这些担忧仍然存在，但随着前线形势日益严峻，乌方明确提出需要守住哈尔科夫后，欧洲国家开始改变立场，拜登也改变了主意。俄总统普京此前警告说，让乌克兰使用西方武器打击俄境内是在玩火，这可能引发全球冲突。现在就是实际上，双方的主要的这个战场的形态呢，还是一个僵持战，或者说一个堑壕战、阵地战这么一种局面。它对俄军后方的战略纵深的一些目标，比如指控中心啊，比如说后勤的中枢啊，比如说一些重要的机场进行打击，它确实有可能影响这个或者牵制俄军的战术行动，但是它不太可能去改变整个战场的这样一种整体的一个局面，有可能还会带来这个战场的局势的进一步的升级。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封口费案罪成后，2号在美国媒体福克斯新闻的节目中亮相。在谈及被裁定有罪时，他表示自己会接受软禁在家或坐牢等判决，只是不知道公众能否接受。他还强调，对付他的人都是坏人，他将通过重夺总统一职来报复他的对手。不过，舆论普遍认为被定罪对其支持率乃至选情影响有待观察。与此同时，特朗普在 TikTok 上开设认证账号，声称将利用一切可用工具直接与美国人对话。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福克斯新闻刊播了其对特朗普的一次专访，这也是特朗普在封口费案罪成后首次发声。深圳卫视注意到，在特朗普的总统任期内，福克斯新闻一度成为他的官方媒体。特朗普甚至要求在椭圆形办公室旁边的自助餐厅安装一台大屏幕平板电视，这样他就可以连续观看福克斯新闻节目。频道的现场和电话采访是他日常工作的一部分。然而，这样的亲密关系终结在2020年大选之后。福克斯新闻的老板亿万富翁默多克当时嘲讽特朗普是失败者。直到今年1月，特朗普再次亮相福克斯新闻组织的现场活动，双方关系被认为正式解冻。福克斯新闻此次释出的视频片段显示，这次专访气氛友好。特朗普面对3名主持人侃侃而谈，在谈及自己入狱的可能性时，特朗普表示，如果被判入狱，他愿意接受这个现实，但公众将很难接受。I'm not sure the public would stand for it. With a, they tried house arrest or I think it would be tough for the public to take. You know, at a certain point, there's a breaking point. 然而，对于临爆点到达后会发生什么，特朗普并未做出详细说明。不过，据报道，特朗普的儿媳、美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联合主席拉拉·特朗普，在被问及如果特朗普入狱，他的支持者会怎么做时，他表示，支持者们会在大选当天抗议。Well, they're going to do what they've done from the beginning, which is remain calm
and protest at the ballot box on November 5th.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纽约一家法院陪审团裁定特朗普34项罪名成立。特朗普在专访中表示了对整个审判的不满，指整个过程就是骗局。他极力否认被指控的34项罪名，坚称自己并未做错任何事情。深圳卫视注意到，在福克斯新闻公布该专访视频的报道中，新闻标题的关键词就是复仇计划。报道称，特朗普强调将通过重夺总统一职来报复他的对手。But people get it. It's a scam. Think of it. But they put this stuff in to create havoc. These are bad people. I know everything they're doing. I know every move they make. I get it. 特朗普在专访中还对几个关键话题发表了看法，包括今年11月当选，他对司法部长的要求是什么，以及他是否会解密几个一直被猜测的关键文件。Would you declassify the 9/11 files? Yeah. Would you declassify JFK files? Yeah.I did a lot of it. 在陪审团裁定特朗普有罪之后，特朗普由此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在刑事案件中被裁定有罪的前总统。按照日程，主审法官将在7月11号宣布特朗普的刑期。由于美国此前从未出现过前总统在刑事案件中被起诉，更不用说被定罪，美国媒体纷纷使用历史性、前所未有等说法描述此事。有分析指，被定罪并不会影响特朗普继续竞选，甚至再次当选总统，但未来仍面临较大不确定性。特朗普可能会面临保释、有条件释放、居家软禁乃至最高判处入狱4年等惩罚。如果被判居家软禁，特朗普需要戴脚踝电子环以便监控，但他可以通过视频进行竞选活动。媒体普遍认为，特朗普坐牢可能性极低，甚至有人猜测，鉴于白宫特勤局特工需为前总统提供安保，一旦前总统坐牢，这意味着特工也需要进班房保护前总统。特朗普作为一个总统候选人，他对这个判决的这样一个正面的这个非常负面的回应，这个也让这个美国的这个司法系统它的这个公正性可能会在很多美国人心目当中呢这个打起了问号。这个从另外一个方面，可以说也会加剧了当前美国的这个联党之间的斗争和这个政治极化。路透社和易普所公司发起的最新民调显示，特朗普被定罪后，有10%的共和党选民明确表示他们不会投票给特朗普，但56%的共和党选民表示此案不会影响他们的投票。在与拜登的对比中，特朗普在定罪后仍取得微弱优势，以41%的支持率稍稍领先拜登39%的支持率。在特朗普儿子埃里克看来，获罪反而有助于其父亲在选举中获胜。特朗普竞选团队透露，纽约陪审团公布裁决后数小时内，捐款网站 WinRed 收到的单日小额捐款金额几乎翻了历史纪录1倍，达到惊人的3480万美元。在24小时内，他们共筹集到5280万美元，相当于整个4月筹集资金的1半以上。埃里克称，这说明美国很愤怒，人们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支持特朗普。The American people came out, and in 48 hours after Donald Trump's verdict was read, our campaign and the RNC raised $70 million in digital fundraising. This is small dollar donations. And I think the amazing statistic to take out of that is that 30% of that money came in from people who had never once donated to Donald Trump. 值得注意的是，在特朗普被判罪名成立后，共和党建制派也表现出全力护主的姿态。众议长约翰逊2号在接受福克斯电视台周日新闻栏目采访时，指责曼哈顿检方将联邦政府武器化，并誓言将在规则范围内用尽一切进行反击。And now they want to call him the convicted felon. This will be overturned, guys. There's no question about it. It's just going to take some time to do it. 约翰逊称，众院司法委员会近期将就特朗普被定罪举行听证会，纽约主审法官将接受质询。约翰逊扬言，共和党将动用法律体系内的一切合法工具捍卫特朗普个人权利。与此同时，特朗普也正在用一切可用工具来争取选民。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于当地时间1号晚在短视频平台 TikTok 开设账号。不到4个小时，粉丝数就突破40万，超越了今年2月开号的拜登竞选团队。截至目前，特朗普已经吸引了340万粉丝，涨粉速度惊人。
TikTok 在美国拥有1.7亿用户。美媒报道分析称，特朗普加入 TikTok 的举动是为了在11月大选前接触潜在选民，尤其是年轻选民。特朗普竞选团队也就特朗普入驻 TikTok 平台一事表示，我们不会让任何一条战线处于不设防状态，这代表着我们将继续开拓那些支持特朗普和反对拜登的年轻受众。但有舆论质疑特朗普这么做的效果，毕竟在他执政时期，他曾动用总统行政令对 TikTok 下黑手。不过，自今年3月美国国会针对 TikTok 发起新一轮围猎打压后，与大选竞争对手拜登态度不同的是，特朗普突然在3月7号扔出一记回旋镖，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反对封禁 TikTok， 称有很多人喜欢 TikTok 上有很多小孩，他们没有了 TikTok 会发疯。Well, former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has joined TikTok in a bid to win over younger voters. The move is a U-turn after his administration tried to ban the popular app on national security grounds. 有分析认为 ，TikTok 已经成为美国大选的新战场。不管是拜登还是特朗普，都只不过是在利用 TikTok 打官司的时间窗口来争取选票。特朗普的加入算得上是正在美国市场为自我生存做抗争的 TikTok 所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这个时候呢，他们就不谈这个所谓的安全问题，在要打压的时候就是高喊这个 TikTok 可能存在安全问题啊，这个数据这个泄露啊，这个等等。但是他们真正自己为了选举的需要来入驻 TikTok 的时候，他们对此就闭口不谈。可以看出这个他们所谓的 TikTok 的安全问题，我觉得完全是一种这个政治上的这个操弄了。